林泰是著名的金融企业家，膝下育有一女。6年前妻子因病去世，林泰变成了女人们趋之若鹜的钻石王老五，而他这些年也从未动过结婚的念头，直到1年多以前结识了歌手杨丹，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林泰也开始筹备与杨丹的婚礼，这场富商和明星的婚礼备受瞩目。然而婚礼前夕却传来噩耗，杨丹被人杀死在公寓的地下停车场，而第一嫌疑人正是林泰的独女林萌萌。她曾在当天和杨丹发生冲突后开车撞向他，杨丹的司机以及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都能够证明此事。于是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林萌萌被法院拘传。林泰为了帮女儿洗清嫌疑，重金请来了收费高昂的金牌律师周丽为林萌萌辩护，而检方的公诉人童涛也是名声在外的后起之秀，据悉曾破获过不少扑朔迷离的悬案，两人可谓棋逢对手。此案引起全城轰动，开庭当日，各家媒体更是将法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庭审开始，林萌萌被带到了被告席，林泰示意她不要哭，眼神中满是坚定之色。童涛对林萌萌进行了提问，林萌萌承认自己开车撞了杨丹，但她当时喝多了酒，且并不清楚致杨丹死命的铁钉从何而来。童涛阐述了被害人杨丹的死亡原因及经过，控诉是杨萌萌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周丽却辩称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杨萌萌和杨丹的死有直接关系。童涛马上申请了证人出庭，该证人就是杨丹的司机，他曾是林泰的老部下，后来被分配给杨丹开车，当晚的报警人正是他。据司机回忆，他等不到杨丹便来到地下停车场，当时只看到一辆红色越野车的背影。周丽对他的证词提出了疑问，并拿出司机曾许愿想要杨丹被车撞死的证据，询问他是否对杨丹心怀恨意。司机承认杨丹确实时常出言侮辱他。接着周丽又询问他对林泰的态度，司机表示他十分感激林泰的照顾。周丽直接丢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质问司机是不是在知道自己老婆和林泰有不正当关系后也同样感激。庭上一片哗然，司机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在周丽的步步紧逼下，他承认自己恨林泰，刻意隐瞒自己知道红色越野车车主是谁的信息，就是为了报复他。因为司机知道林泰最疼爱的就是女儿林萌萌，如果女儿坐牢，他一定会生不如死。周丽继续对司机进行了盘问，并提出杨丹手腕上那块价值100万的手表失踪，如果不出意外就藏在司机家中。紧接着他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还原，表示司机在发现昏迷的杨丹后，一不做二不休将杨丹的头撞向了裸露的钉子，企图嫁祸给林萌萌，以此一箭3雕完成报复。不知道这样诱供及推理在法庭上是否站得住脚。总之司机彻底被唬住了。招认事情经过正如周丽所说，是他杀死了杨丹。法庭上下一片震惊之色，证人突然变成了犯人，这个反转大家都始料未及。对于这个结果，童涛无法认同。这15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调查林泰，曾3次以金融欺诈罪和商业诈骗罪对其提起诉讼，却均败于对方的财力。林泰惯用的手段就是收买证人或寻找替罪羊，在童涛看来这次也例外。关于周丽，童涛对他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擅长逻辑反驳和偷换概念的律师，这样一个人搭上狡猾的老板，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为过。在庭审前，童涛就曾预感司机会翻供，但没想到是以这种决绝的形式。魔高一尺道就要高一丈。休庭后，童涛马不停蹄地对所有疑点展开了调查。首先就是司机孙伟。调查过程中，童涛的女友李小妮多次为林萌萌背书，林萌萌是他的学生，两人相识5年，他相信林萌萌的为人，也希望童涛在定罪之前要有切实的证据。童涛和林萌萌有过几面之缘，他认为林萌萌可能是无辜的，但林泰一定在这中间耍了什么花样。经过多方调查，童涛这边有了突破，孙伟罹患脑癌，确诊时间是案发前半个月，这极有可能就是孙伟为什么会被收买的原因。但他们还需要找到证据，那就是林泰给司机的酬金。孙伟和妻子在公安局接受调查，童涛申请了介入询问，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孙伟拒不开口，其妻坚称自己和林泰是情人关系，童涛没能问出有用的线索。紧接着他们找到了那笔疑似酬金的200万，但这笔钱却是在案发前4天汇出的，那么这条汇款记录就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最多只能假设孙伟是为了报恩才站出来顶罪。童涛继续梳理案发现场的资料，留给他的时间只剩2天，如果没有进展，林萌萌将被无罪释放。庭审前一晚，公诉组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发件人称自己用手机记录下了案发现场的情况。公诉组当即回复邮件，希望能拿到录像资料，但对方并未回复，追踪 IP 地址也没有结果。翌日，发件人在庭审半小时前回复了邮件，并表示录像传过来需要半个小时。童涛深知不能将赌注全压在这个录像上，他打定主意，就算这次林萌萌无罪释放，他也会继续调查，将真凶绳之以法。这次庭审，林泰会作为辩方证人上庭。庭审前的最后一刻，公诉组收到了录像，并在录像中看到了林泰行凶的全过程。
就在童涛要将证据呈给法官时，这个视频却因为内置木马病毒被软件自动清理。童涛提出休庭10分钟整理重要案情资料，视频肯定一时半会儿无法恢复。童涛只能头脑风暴，另想办法。最后他决定学习周丽，改用心理战术。庭审继续，童涛对林泰进行了盘问。他抓住杨丹一再和别的男人传出绯闻这件事，从被戴绿帽子到你是不是不行两方面，对林泰的男人尊严进行了全方位打击。这种无赖问法彻底激怒了林泰。和周丽盘问孙伟如出一辙，不确信真的庭审是否能这样问，法学生可以在评论区现身说法一下。一番魔法攻击下，林泰情绪激动，说是自己开车撞死了杨丹，这样的人死100次都不够。童涛当即控诉林泰才是杀人凶手，在场所有人为之震惊。林萌萌边哭边说不是这样的，林泰被控制，他一边挣扎一边大喊自己会死在龙背墙后。龙背墙是林泰老家一个关于龙王替小儿子顶罪，撞死在金刚壁前，最后尸身化作龙背山的故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在告诉林萌萌，如果不想看到自己当庭撞死，就不要说真相。如此看来，凶手其实还是林萌萌。庭审结束，林泰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捕，林萌萌被当庭释放，案件择日开庭重审。离开法院，周丽的思绪回到第2次庭审。他原本打算用煽情战术，庭审前却接到孙伟妻子的电话，表示自己手上有林萌萌无罪的证据，交易额是100万。那份证据就是孙伟妻子和林泰的情人关系。第2次庭审结束，周丽觉得整件事疑点重重，林泰的眼神总是深不见底，他怀疑孙伟只是个被收买的替罪羔羊。不久后，他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一个神秘人发来邮件，邮件内容正是那份记录林泰杀人过程的录像。为了不在东窗事发后被林泰牵连，他在庭审前将录像传给了童涛，并在视频中植入了病毒。时间线回到第3次庭审结束，林泰被逮捕，童涛却心事重重。他反复观看庭审录像，琢磨着林泰最后所说的2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龙背墙又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周丽也无法静下心来，自己的当事人被无罪释放，可见他的辩护很成功，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于是便仔细对比了案发时的监控录像和神秘人发来的视频。这一看之下，果然发现了端倪。画面上孙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迈腿的顺序就是相反。这一发现让周丽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怀疑，那就是林泰1比1还原了当时的现场，然后找人演戏录下视频，做了一份伪证。他命人查林泰最近是否有付款给装修公司，是否大量购买过2手车，得到肯定答复后问出了详细地址，然后连夜驱车赶往林泰的老家宿县，找到一座名为红星机械厂的废弃厂房，在那里发现了林泰用来做伪证的地下停车场。为了救出女儿，他真的下了血本。与此同时，第4次庭审开始，林泰对自己杀害杨丹以及威胁孙伟做伪证等罪名供认不讳，相关证据也完全符合林泰杀人的逻辑。在最后的陈述中，林泰希望法庭能给他一个活着的机会，他还想有朝一日再回一次家，看看结婚生子的女儿，看看女儿的女儿。法庭没有马上给出判决结果，周丽来到看守所，他知道林泰无罪，提出免费给他做辩护，但林泰拒绝了。对他来说，这就是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一切顺利的让童涛怀疑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林泰轻而易举认罪伏法的态度更让他疑窦丛生。于是童涛来到林泰的老家宿县，想要弄清楚那个困扰他很久的龙背墙以及林泰的内心世界。于是他听到了那个龙王带子受过的故事，也想通了林泰所作所为的目的。这时萌萌打来电话，他不想下辈子活在愧疚和不安中，有些事做了就要承担后果，而不是躲在父亲身后苟且偷生。得知真相的童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法大于情，作为检察官，他必须站在真相这边。于是童涛给小组成员打去电话，要他们立刻向法院申请重审。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